我们小时候有没有那种抽烟的感觉啊？很喜欢抽烟的，或者想象啊，我们抽烟是不是觉得很酷啊？我以前呢有一次呢也去尝试过，我就在美国的时候买过一个女士的那个烟啊，试一下啊，抽了几口，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很难接受，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去抽电子烟，像美国有很多电子烟就很有名了。最近呢，根据电子烟，不是去年在我们这个疫情之前啊，有一个消息说电子烟白费啊什么的，但现在有个更重磅的消息，就是说电子烟跟白费就算没有关系，但是它可能要被禁了。那么美国有个巨头叫做 Juul 可能要被禁了，美国电子烟行业呢也可能会遭到重创。那这个怎么回事呢？今天给大家来聊一下。24号的时候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就是著名的那个 FDA 呢，就颁布了一个禁售令，要求美国电子烟巨头 Juul 的所有产品在美国强制下架。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理由就是说它缺乏数据，和一些证据来支持评估呢，它可能潜在有一些健康风险。那这个禁令呢，一旦颁布了，将会影响它多少的收入呢？影响它95%的收入来源，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可能就干不下去了。这个公司我们知道了，90%以上的业务呢在美国，其余大部分呢在加拿大和英国，还有一小部分呢是在法国啊、意大利、菲律宾。但是目前绝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自于美国市场啊。如果在美国被禁呢，就意味着这个 Juul 可能会因为资金链断裂，就此就破产倒闭了。那 Juul 当然也不会等着，你知道，在美国这个法律的人人平等，虽然地方法院呀、最高法院它可能有些法令是相反的，甚至是冲突的，但他们也要试一试啊。所以6月25号的时候 ，Juul 呢在对这个销售禁令提出上诉，寻求临时暂停这个紧急的动议，说这是 FDA 的非法行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呢巡回上诉法院批准了 Juul 的请求，也就是说，哎，你这个是非法的 FDA 啊，要求至少在7月12号之前暂停 FDA 的命令。同时，法院呢就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好好的审查一下，这看起来就像一场大戏。那这场大戏呢，我们要看一看，这对于美国电子烟行业来说是不是一个灭顶之灾？我们知道，风光无限的 Juul 是美国最大的电子烟公司，我们有做一个调查，说它曾经占有美国电子烟市场将近40%的份额。它去年的年销售额呢是13亿美元，低于2019年的20亿美元的峰值，那是最高峰了。但在几年前的 Juul 呢更是多了，它是风光无限的啊。那 Juul 这家公司呢是2015年2名斯坦福的大学毕业生，你看也是高材生啊，一个叫 James， 一个叫 Adam， 他们遵循了一个大型烟草公司的后现代版政策。什么叫后现代版呢？他们发明的，它将一种极易上瘾的，注意是非常容易上瘾的尼古丁药水包装在一个镀铬的外壳中，你是铬这种金属，而且它一开始并没有明确透露说这个外壳里面含有尼古丁哦，然后就将它俨然就公开的将它推销给越来越排斥香烟的新一代年轻人，因为新一代年轻人可能不就是他们觉得抽香烟很土啊，可能像007啊或者老爷爷才会去抽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极具上瘾的，他推销给他们了。那么在2018年底呢，美国烟草的巨头呢奥驰亚就斥资了128亿美元收购了 Juul 的35%的股份。当时你知道 Juul 的估值是多少吗？是380亿美元，一度的超越了 SpaceX。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马斯克特别厉害的那个 SpaceX。那么它在美国国内的市场份额呢，也达到了压倒性的72%，年销售额达到20亿美元。它的营业收入飞速增长，飞速增长。那 Juul 也很有头脑，他们的营销团队呢就定位他们自己包装啊，就有个性和人设。它这个烟设呢，就是说时尚、青春、流行，我这个为重点的营销策略。你抽这个烟，感觉哇，好青春。在 Juul 这个品牌成长的过程中呢，曾经花了大量的钱，砸了很多钱呢，邀请好莱坞的明星啊、网红啊为他来做宣传，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大肆的投放广告，迅速吸引了年轻人的眼光。同时呢 ，Juul 它既吸引了这些比较成熟的老烟苗，你们试一下这个电子烟。那么你看看它的口味就知道，它明显是盯准了年轻人。你看牛奶布丁口味、黄瓜口味、芒果口味。你看啊，高楼起就有高楼塌的时候。因为这么大个蛋糕，你看2个高材生做出来这么一个天才的营销策略，赚了这么多利润，当然同行就会来抢这块蛋糕了。同时呢，政府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受到监管的影响，到2020年的时候呢 ，Juul 仅允许出售了薄荷醇和烟草口味的产品了。你想想，跟以前的比起来，它现在只有2个口味，那收入当然会下降了。2019年 Juul 的亏损呢高达了10亿美元，不得不在次年呢宣布裁员1/3。去年呢他又再次呢裁员了一半。你想想，最高峰的时候营业额是20亿美元，那么2019年一亏就亏了10亿美元。2020年 Juul 的营业收入锐减了29%。网上数据说，2021年继续下滑了11%，那真是一路就往下了，降到13亿美元，比2018年呢减少了1/3。
那现在的 Juul 呢，已经风光不再，它已经让出了美国电子烟市场的头把交椅了。根据高盛分析师的估计呢，今年第2季度有一个叫做 Vuse 的品牌在电子烟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 Juul 的市场份额缩水到了36%。那我们看到这个禁令呢，对他来说是灭顶之灾，怎么做出来的呢？它是 FDA 经过了2年的科学审查以后才发出这个禁令哦。但是经过了2年审查，是不是很明确呢？也不一定。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有一些支持者说，反电子烟的倡导者和立法者呢，对这个决定呢表示欢迎，说这个公司早就该受到惩罚了。根据媒体的消息呢，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院呢就说我赞扬这个 FDA 遵循了科学，清除了Juul产品的市场。这些产品呢，导致了无数的美国年轻人可能终身依赖尼古丁。那有众议员这么说了，其他人也讲说，哎呀，如果你不知道电子烟和电子烟背后的故事啊，那你就去问美国2019年吧，近30%的高中生报告他们曾经使用过电子烟，其中大部分就是 Juul 的烟呢。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局长呢，这个 Scott 也警告说电子烟已经成为青少年中几乎无处不在且危险的趋势了。从那以后呢，高中生抽电子烟的比例就下降了11%。最受欢迎的产品呢是新生产品，叫做一个 Pure Bar， 而不是 Juul 了。那根据 FDA 发布的2021年美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中显示呢，正在使用电子烟的学生群体里面，26.8%使用的是 Puff Bar，10.5%使用的是 Fuse，86%使用的是 Smoke， 只有6.8%使用的是我们今天说这个惨遭禁令的 Juul。那这个我们好像有跟他打广告的嫌疑，请给我发来营销费用，谢谢。公开信息显示呢，这个 Puff Bar 呢通过销售这种非烟草类的尼古丁呢绕开了监管，所以监管不了。而 Vuse 这个品牌呢，有数款电子烟产品通过了 FDA 的审查。而 Smoke 虽然还在等待 FDA 的许可，但是也在美国开拓了市场，树大招风。你是领头羊的 ，FDA 对 Juul 就非常严格了，说你不仅是因为你对年轻人吸引了这么大年轻人群体啊，它主要它是整整有词啊。他说你这个电子烟呐，有一种要保护公共健康有个标准的，你这样子这个 Juul 呢是不符合我们这个标准的。他说是这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是呢，你公司你说反对我这个禁令，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我们使用这个Juul产品潜在的毒理学的风险，你要用科学实验室来证明啊。所以尽管Juul目前已经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并且雇佣了一群科学家来证明这一点呢，好像很难说服 FDA。这里我怎么感觉有点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这种感觉有点。那尽管 FDA 强调，他说我不认为Juul对人体的健康构成直接危害，他把自己说的好就觉得说的好像很轻描淡写，但是我很难确切的知道其中有没有隐患呢？所以这种公开的营销禁令呢，是必须有必要的。他在声明中提到说，在基因毒性等问题上，由于数据不足和相互矛盾呢，引发了大家的担忧，所以我们 FDA 呢对它进行禁止是非常有道理的。那Juul回应说，哎呀，我已经描述了我们产品的毒理学特点了，我们是公开的呀，就像我们烟盒上写有吸烟有害健康一样。那你有什么证据呢？而且Juul我们提交了各种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并且补充了我还要寻找各种选择呢，我永远不放弃上诉。那也是我这个不然楼就塌了嘛，对不对？那Juul的首席监理官这个 John 在一个声明中就说他说我们尊重 FDA 的发现和决定，并且继续相信我们已经提供了基于高质量研究的充分的信息和数据，以解决我这个 FDA 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仍然致力于尽我们所能，继续为数百万的美国成年的吸烟者服务啊！你看，你说我对青少年有害吧？我说我对美国成年吸烟者服务有什么问题呢？那么美国 FDA 呢，将于9月9日，也就是即将到来的9月9日决定是否允许Juul继续在美国销售这个产品。那这个是巨头对巨头的决定，对这个电子烟市场震撼是挺大的。他要发布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允许其继续销售吗？还是说真的Juul就一直这个厂就要倒闭了呢？那我们也想进一步的关注，并且跟大家分享。同时 ，FDA 还表示你看这个行业好像受到某种震荡了。FDA 表示说他们正在审查数百家的雪茄、烟斗和电子烟公司生产的数百万种其他的产品。那后续如何？华尔街周报和安琪继续和你关注。下一期呢，或者在今后的我们的节目里，欢迎你关注我的账号，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聊一聊9月9日以后，你这个烟还能不能抽？到底有没有有害健康的物质在里面？谢谢。